咳成这样了，睡都睡不好，快吃点止咳药吧。止咳药不安全，应该先做雾化。孩子80%是咳成肺炎了，要吃抗生素。当孩子出现咳嗽，止咳药吃还是不吃，经常让家长们陷入纠结。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孩子咳嗽并不建议吃止咳药，吃了反而不安全。那咳嗽该怎么办呢？听我教您正确应对。我们为什么会咳嗽？咳嗽其实是一种自身的保护机制，就像清洁工一样，帮助我们把呼吸道保持干净和健康。当我们吸入了灰尘、烟雾、细菌、病毒或者其他的刺激性物质时，我们的身体觉察到了这些不对劲的东西，就会自发地触发咳嗽反应。咳嗽的原理很简单。当我们的喉咙或者气管里有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在那里时，我们的身体会迅速用力，形成一个快速的呼气喷射，把所有有问题的东西从我们的呼吸道中推出去。只有当这些东西没有了，咳嗽才能真正停止。止咳药有哪些？怎样发挥作用？大家平时用的止咳药有一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止咳药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们重点说一下右美沙芬和安秀特罗。右美沙芬是一种中枢性的止咳药，通过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咳嗽反射弧来达到镇咳作用。简单说就是右美沙芬让中枢神经系统停工了，从此大脑就不会接收到信号，咳嗽频率也会降低。但是很明显，这一招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因为身体有异物却无法产生咳嗽动作，而且由于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，所以会有恶心、头晕等不良反应。服用过量还会出现幻觉和精神改变。为此，美国药监局建议不要将非处方咳嗽和感冒药用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，因为这可能会产生严重且可能危及生命的副作用。美国儿科学会则更严格，认为使用止咳药弊大于利，不建议4岁以下使用止咳药。4到6岁的孩子只有在医生要求下才能使用，6岁以上可以用于无痰的咳嗽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剂量。安秀特罗是由安秀索和盐酸克伦特罗组成的一个复合物。克伦特罗是一种支气管舒张药，可以松弛支气管，消除或缓解支气管痉挛引起的喘息和干咳等症状。但气管痉挛往往发生在哮喘这种疾病。绝大多数孩子的咳嗽是感染引起，跟哮喘没有什么关系，支气管或气道没有痉挛。很多人一看孩子咳得很严重，就以为把气管扩一下，咳嗽就能缓解了。殊不知，正常孩子吃了这种支气管扩张药物没有什么帮助，反而会出现心悸、手抖、兴奋、失眠等不良反应。另一个成分安秀索属于一种化痰药，通过刺激胃神经使气道分泌黏蛋白来吸收痰液的。简单说就是通过催吐来发挥作用。你也可以想象，这种药胃肠道反应肯定是不低的。据统计，大约13%的患者会出现恶心，因此美国 FDA 至今还没有批准盐酸安秀索上市。同样也是不建议2岁以下孩子使用的。既然止咳药不能吃，那头孢、阿奇霉素、雾化药总可以用吧？这可不一定。头孢和阿奇霉素都是抗菌药，不是止咳药，对特定细菌引起的感染才有效。滥用抗生素可能导致细菌耐药，以后再用就没效啦。而雾化只是一种用药方式，目前常用的雾化药主要是糖皮质激素，如布地奈德、丙酸贝瑞米松和支气管扩张药，如硫酸沙丁胺醇、特布他林。这2类药主要都是针对哮喘、反复喘息方面的。针对各种肺炎、支气管炎、感冒，目前都没有推荐使用雾化治疗的方案。具体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可以雾化，我在下一个雾化视频会重点介绍。看到这，您可能纳闷了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，就让孩子一直咳，会不会咳成肺炎？其实肺炎不是一直咳嗽给拖出来的，得不得肺炎和咳嗽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。感染性疾病就像一场战斗，病原体进攻，身体的免疫系统防守。如果病原体强过了免疫系统，病原体就可能从上呼吸道长驱直入进入肺部，导致肺炎。不同病原体的战斗力差异很大。例如最常见的引起感冒的鼻病毒战斗力比较弱，很少引起肺炎，而流感病毒比较强悍，容易引起肺炎。如果自身免疫功能低下，也容易引起肺炎。这是为什么免疫能力较低的婴幼儿和老年人更容易得肺炎，有心脏和肺部基础疾病的人容易得肺炎，而健康的青壮年不容易得肺炎的原因。凡事就怕有个万一，那什么时候要考虑肺炎或者其他并发症的可能呢？请大家记住以下的9种情况，如果咳嗽伴有这些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就医。咳嗽如何居家护理？
如果孩子没有前面说的危险因素，平时精神饮食都比较好，只是咳嗽比较频繁，相比帮助不大的拍背排痰和没有必要的饮食忌口，做好这3件事才是真正可以帮助到孩子。湿化气道，饮用温热液体，吸入蒸汽，使气道湿润，同样会有所帮助。另外，调节房间内的湿度在40%到60%是比较合适的，但需注意加湿器的清洁。吃蜂蜜或硬糖，1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饮用蜂蜜缓解咳嗽，5岁以上孩子可以含着硬糖以缓解咽部刺激造成的频繁咳嗽，但需密切注意误吸入气道造成窒息的风险。大家千万不要意外，中国儿童咳嗽诊断与治疗临床实践指南中就说过，蜂蜜缓解咳嗽的效果可能和右美沙芬镇咳药相当，所以与其吃药，不如让1岁以上的孩子喝点蜂蜜。注意哦，1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喝蜂蜜，因为蜂蜜中可能有肉毒杆菌及其芽孢，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肠道尚未发育完全，可能引起肉毒杆菌中毒。进行鼻腔护理，如果孩子咳嗽伴随鼻涕，那么可以用生理性海盐水冲洗鼻子，洗去多余的分泌物，保持鼻部清爽，减少鼻涕的刺激，可以缓解咳嗽症状。做好这3点，剩下的就交给孩子的免疫系统了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咳嗽仅仅是某个疾病的症状，家长不应该只关注咳嗽，更应该关注和咳嗽一起出现的症状和孩子的表现，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居家观察，什么时候该及时就医排查原因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咳，不要怕会咳成肺炎，不要吃止咳化痰药，不要拍背排痰，不要忌口，闭上眼睛，不过度干预就是最好的帮助。